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昨天我们在 B 站更新的视频或者说是案例分享，分享的是港股的中芯国际以及美股的 AMD， 也就是超微半导体。但是昨天我们整体来说的更新的这个东西比较多。10月13号我们一共是更新了5个视频案例，那么其中超微半导体 AMD 和港股中芯国际我们是放在 B 站分享了。那其他的像港股泡泡玛特、康方生物以及京泰控股，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社群去共享。其实我们所谓的共享，就是大家把自己看好的票都可以当做案例提供给我，经过我的研判之后，我会把这些案例全部分享在我们的共享社群当中。好，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品种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约稿，想了解咱们这美股富国银行的整体走势结构，当前这波超级牛市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局部走势当中我们处于哪一个形态当中，最后就是有没有中途上车的机会。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那这支票可以看到，从69年以来它一直是处于这个超级牛市上涨当中，但是可以看到之前的第一阶段的走势其实并不是很清晰。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开始研究第二段的走势。第二段的走势就出现了一次非常明显的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而且在这个五浪推动形态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后期整体向下的一个调整浪，它也是非常标准的，是一个三波走势。也就是说，这两段的走势是非常符合波浪理论当中所谓的八浪循环。也就是说，五浪推动结束之后，必然跟随着一个三波的回撤走势。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的回落的幅度也是非常达成预期的，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21.70 美元。通过前面两段的走势，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处是推动浪，这一处是调整浪。调整浪结束之后按照之前蓝色段的预期，这边会再次跟随一个所谓的推动浪的形态。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前期这个五浪推动的高点，所以这边目前是处于推动浪当中，毫无质疑的。既然按照这种结构形态的交替去出现，那说明从这个 21.70 美元左右开始，它其实也是处于一波推动浪的走势结构当中通过最近的这一阶段走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浪大概率还没有运行完毕，后期还会有四浪，有第五浪。那么也就说明从月线图来看，富国银行这只美股中长期的牛市依然没有结束。那当前我们就要考虑此处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1、2、3、4、5、6、7、8、9。可以看到这个蓝色段的三浪内部它并没有中规中矩的出现一个五浪推动形态，反而是走出了延长浪的9波这样一个特征。当前是应该是处于其中的第8波调整浪。等这个调整浪结束之后短期走势应该会再次向上创出一个新高，来完成蓝色段的三浪的全部走势。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先寻找一下上方潜在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这里我们就要用到波浪尺。为什么？因为上方已经没有历史可参考的位置，所以用黄金分割是没有用的，只有用到波浪尺，我们才能找到上方潜在的目标压力。那首先我们会测第一段走势和第二段走势的一个幅度比例，那接下来我们会测一下第二段走势当中的一浪和三浪的一个幅度比例。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的测量那么我们就可能找到上方潜在的这个目标压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7波走势仅仅是刚突破第5波的上涨之后就很快的出现了掉头向下的这种迹象。
那么也就意味着后面第9波向上的走势应该力度是处于一种衰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上方就不能看得太远。首先我们会关注到 89.90 美元，这是第一处压制。其次我们要看到上方一个压力区域 99.20 到102美元这个区域。那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压力区域就这2处，暂时不宜过分看涨不宜过分看涨。好，既然我们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主升三浪，那么中短期的操作的话，我们只有位于这个主升三浪当中的第9波这次机会。那第9波的这次机会，我们现在就要通过它的方式去寻找它前期这次调整回撤的下方支撑位于哪里。找到关键的支撑，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之前所说的这种交易体系：第一，抵达目标价格区间；第二，出现对应周期的底分型十字星；第三，我们考虑我们的仓位，考虑我们的止损；第四点，我们最后才会考虑我们的目标看到哪里。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去一步一步走下去。好，我们将时间调整这个周线图。当然，一波行情的完成，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说我说完之后很快就会出现加速上涨的这种行情。其实咱们之前分享了那么多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品种跑得很快，有的品种它就很慢，需要时间去走完筑底形态也好，或者调整形态也好。比如9月11号，咱们当时会员约稿的美股礼来咱们是在11号出的视频，在11号出完视频之后行情还是往上继续运行最高点是运行到9月17号，创出了某一个阶段的高点776美元。那从9月17号后期跌到了9月25号，最低点跌到了712美元。也就是说，这波下跌走势出现之后，才刚刚回落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价格区间也就是靠近709美元附近。这波行情从9月25号一直涨到了昨天，一直涨到了上周五最高创出了864美元从712涨到了864。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涨幅也有 20% 了，但是前期我们也是9月11号一直等到了9月25号之后，才出现了底分型的形态，才给到了进场的机会。所以每次进场我们一定是要耐心的等待这种机会的出现。好，那么我们再说回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目前按照这个走势结构1 2 3 4 5 6 7 8 9，按照这种走势结构的划分，我们处于延长浪的当中的第8波调整，后期能操作的也就是第9波的这个延长浪。那刚才在月线当中上方的目标压力已经告诉大家了，接下来我们通过黄金分割要找到它下方的支撑，那么我们就拉取最近的这一端这一段走势。由于越到这个延长浪的后期末端，它整体的震荡会比较凶，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此处的下方的支撑位我们主要是要关注到 75.80， 对，应该是要关注，按以往的调整的深度的话，我们是要关注到 72.50 到 69.20 72.50 美元和 69.20 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经过几周的时间美股富国银行确实回落到上述的目标价格区间了 72.50 到 69.20， 那么它也在这个周期或者这个区间出现了底分型十字星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再次介入操作最后一波第9波延长浪的再次上涨走势。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目标压力位应该是在90附近，89点几90附近。那可以看到从 72.50 到90附近，整体涨幅整体的预期幅度大致是有17美元。下方可以放置的防守呢，其实只需要把这个 0.618 的位置让开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放到68或者 67.50 就是防守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用大致最多5美元的一个防守去博取上方7美元的一个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上涨目标。那整体来看，它的盈亏比也是大于1:3的，这才是一笔
比较合适比较健康的波段操作的一个思路。当然了，按照以上咱们结构的划分，整体的走势月线来看，大周期是没有完全结束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9波结束之后，可能后期会有一个次的比较大的这浪调整。那下一次再要做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等到月线级别这个4浪调整结束之后，才可以参与最后一轮的这个月线第5浪的上涨。那么整体目标可能会看得更高一些比如115比如130美元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间跨度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上一次的这个2浪调整大致的用时是将近1年时间那这次时间也不会短，所以说至少我们要保持1年调整这样一个思路。好，以上就是美股富国银行整体的结构波浪结构的大结构的全部的一个分享。那么目前可以看到第2阶段的蓝色段的5浪推动形态还不完整，中长期走势向上还是会继续不断的去刷新历史高点。那么我们局部是处于这个3浪当中的后半程，小波段机会就是3浪当中这个第9波延长浪这是我们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机会。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